我的姐姐是个哑巴，全家人只有我能听到她的心声。肚子里的孩子闹得我心慌，想吃安胎丸了。姐姐，你等我去拿。姐姐想吃安胎丸，我就赶忙去储藏室拿药。可姐姐刚服下药，就吐血不止。义女，你对你姐姐做了什么？我让你照顾她，竟然敢对她下毒！我没有。还狡辩！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你到底往里面藏了什么毒药？我没有，真的不是我下的毒。妈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小薇她一直都知道大姐和姐夫备孕多年才怀了这个孩子，她不可能想害大姐啊。业障！你姐姐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呀，是个雄心豹子胆了，可害我陆家的嫡长孙！我没有，真的不是我。老婆，老婆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呀！逆女，你好狠心！你敢杀三！你亲的儿子，怎么可以去藏着女儿？你好狠心！你真的要嫁死？就是你害了我女儿！我没有！还我孙子命来！死丫头，你姐把这张美容卡送你了，这可是全城限量款的贵宾卡，还不快谢谢你姐姐！谢谢姐姐。肚子里的孩子闹得我心慌，要是妹妹能去拿安胎丸就好。没想到我竟然重生到给姐姐拿安胎丸的那一天。既然老天让我重生了，这一世我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不会再被诬陷致死。小陈啊，都说了我下手真不标叔明天给你送去啊。姐夫工作忙，但是他爱姐姐，经常在公司和家来回奔，要替他解决了公司的麻烦，他肯定能安心留在姐姐身边照顾姐姐。姐夫，姐姐就快要生了，你有空多陪陪她。如果这标叔要的很着急的话，我可以帮你送到公司。对呀，子明，你就让他去给你跑个腿儿，一家人信得过些。行，标书在我书房的桌子上，那就麻烦妹妹了。姐姐，姐夫难得有空，你就让他多陪陪你嘛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想我陪你吗？来，你想说什么？你写下来。吃药3分毒，不能老吃那个呀。我就要吃。好吧，那等我去拿完东西回来就给姐姐拿药。我现在就要吃。你就给你姐跑个腿儿，记无路的事废什么话？这标书不是要的着急吗？让你去你就去，把药拿回来再去送标书，拖拖拉拉的，一点都不知道变通。你姐的药一直都是你去拿的，你不去谁去？妹妹，既然雨柔想要，那你就跑一趟吧。看来不帮我说什么，家里人都指意着姐姐，那我就看看这次到底是谁想害我。好的，姐姐，我这就去给你拿药。上一世，我就是被这瓶药害死的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这是什么？这是……放心吧，我小姨子等下去公司送标书。姐夫，我肚子好痛，要上趟厕所，
麻烦你去帮姐姐拿下药吧，就在冰箱第1层。行，你快去吧。麻烦你了，姐夫，给我吧。哎呀，怎么那么慢呀？你姐姐还等着呢。这是怎么了？婢女，你竟敢对你姐姐下毒！还敢躲？不是我做的，这药是姐夫拿上来的。姐夫，你为什么要毒害我姐姐？她肚子里可怀着你的亲骨肉啊！什么？子明，居然是你要害鱼肉！陆家待你不薄啊！你竟敢害我的孙子！我真的不知道，不是我干的。不是子明，不是子明，不是子明！姐姐，你别怕，有我们在这儿，一定不放过他。这药全程就是你拿上来的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没想到你是个表里不一的禽兽！这根本没毒，这是白糖。还真是白糖，那姐姐怎么会吐血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污蔑姐夫？雨柔，你为什么要装吐血陷害我？不可能啊！雨柔，既然这药没毒，你为什么会吐血啊？咬到舌头了。哎，原来是误会。姐姐，你也太不小心了，我还以为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姐夫的事儿，所以他要害你呢。你少在这瞎说！老婆，还疼吗？我看看你舌头。姐姐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真的只是咬到舌头？我没事，你们先去休息吧，妹妹照顾我就好。哎，真是的，打小你们姐妹两个感情就亲，有她在，你都不用爸爸妈妈。你好好在这照顾你姐啊，别再出什么岔子。知道了，我肯定会好好照顾姐姐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外面天气真好，要是妹妹能陪我出去走走就好。难道姐姐又要开始了？我想出去透透气。姐姐，你这马上就要生了，出去很不方便啊，万一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？我就想出去，不然我跟爸妈告状。好吧，都听姐姐的。这走的也太慢了，要是妹妹能找个轮椅推着我走就好了。姐姐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唉，肚子好重啊，好想坐在轮椅上出门。姐姐，我看你这样实在是不太方便，不然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我就想出去透透气。那好吧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楼下取个轮椅，这样也方便点儿。你这大着肚子下楼梯可危险了，一不小心脚滑了就糟糕了。你等我回来扶你，千万别自己下来啊！我马上回来，一定等我。姐姐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这个家我最想守护的就是你。你真的会这么狠心？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姐姐，你为了害我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。哎呀，雨柔，你怎么了？别吓妈妈呀！你姐姐大着个肚子，你怎么能让她一个人在这儿？雨柔，快去医院！快！姐姐，你就这么想害我？肚子里可是你的亲骨肉。婢女！你是要害死你姐姐，害死我陆家的嫡长孙！你姐姐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已经是我们陆家的罪人。
爸妈，你们消消气，这也不全是小薇的错呀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去看看大姐的情况。老婆，疼吗？爸怎么下手这么重啊？他心里只有他的大女儿，怎么会在意我的感受？医生，我女儿雨柔她怎么样了？陆雨柔已经醒了，但孩子没能保住。什么？姐姐的孩子真的流产了。陆威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给我儿子偿命！哎，姐夫，你冷静点儿。你姐姐备孕4年，几千代中药，打了几百次保胎针，好不容易怀上，现在因为体质问题，天天晚上疼醒，为了孩子，不肯吃1颗止疼药，生生疼1晚上。期盼了这么久的孩子，你怎么忍心害死呀你！姐夫，对啊，姐姐备孕这么辛苦，她怎么会害死自己来之不易的孩子？难道陷害我？另有其人？这不是港城那个数1数2的陆家吗？听说是他二女儿亲手把他姐姐推下楼，孩子当场就没了。妈，这都是意外，不能全怪小薇啊。就是因为他的照顾不周，他害得雨柔出了这样的意外。老婆，你还在维护她？就算她是你妹妹，可她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怎么了，老婆？你是说不是意外？我身边只有害死自己的亲外甥，真是蛇蝎心肠啊！哎，别拍了，走走走。姐姐，你宁愿舍了孩子，都要陷害，到底为什么？义女，真的是你害死了雨柔的孩子！我没有推他，我当时去拿轮椅了，我根本就没时间。你姐姐什么好的东西都留给你，你竟然还有脸恩将仇报，亲手害了你的亲姐姐！没错，姐姐从小身体就不好，也因为不能说话，父母总是偏心她。但姐姐总会把好东西让给我。所以我发誓要好好保护姐姐。大小姐美是美，可惜是个哑巴。哑巴可不好嫁人哦。再胡说，下期我把你们都开了。可是我姐姐为什么要害我？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？这可是你的亲姐姐和亲外甥啊！你要气死我和你妈妈！爸，要害姐姐的人真的不是我。你还敢狡辩？不是你那是谁？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害的姐姐，证据呢？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推的？雨柔都说了，当时只有你在她周围，只有你有机会把她推到楼下去。就是记得你姐姐过得比你好，你才不想让她好过。这都是你们的臆想，办事要讲证据。你们有人看到吗？有视频证明是我推她的吗？有什么视频？你姐都说了，就是你。如果不是你，难道是她自己吗？哪有一个做母亲的去害自己的亲骨肉？你们没有视频，我有。什么视频？监控视频。早上姐姐的药出问题了，我就立马联系人在储藏室和走廊都装了监控，他肯定拍下了当时的情况。既然你们都怀疑是我推的姐姐，那我们不如看看监控视频，姐姐到底是怎么摔下去？妹妹，我知道你一直不满爸妈对我更伤心，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引起爸妈的关注，可我们是一家人啊！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为什么非要害我的孩子？我的孩子！我当时明明说了监控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！你看看你把你姐姐欺负成什么样子了！她什么事情都要委屈自己护着你，而你呢，害了她的命根子！你就是个养不死的白眼狼！我没
不是我！你还不肯认错？陆家没少过你失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陆家是做了什么孽，生出你这个残害至亲的恶鬼？恶鬼！你这个恶鬼！你要搜就搜我的命，你为什么要搜我孙子和我女儿的命？为什么？恶鬼，难道我不是你们的女儿吗？你们为什么非要这么偏心姐姐，不肯听我一句解释？当初就是知道你能照顾雨柔，我才生的你。早知道你会害雨柔，我应该早早的把你掐死。是吗？你们就这么相信他？当然，姐姐天性善良，乖巧孝顺，哪是你这样的毒妇能比的？我承认姐姐讨人喜欢，可我也不是什么恶鬼。你们就算再不相信我，也该看看监控，到底是我推的，还是姐姐自己摔下去的？监控画面里面一清二楚。够了！到底还要嘴硬到什么时候？你就是嫉妒你姐姐能得到爸妈的偏爱，所以想毁掉她的一切。对，雨柔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怎么可能会去害自己的亲骨肉？哪像你，冷血至极，什么心狠手辣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为什么死的是我的孩子？为什么不是你？为什么？我都说了不是我。死不悔改，孽障！今天必须给你姐姐和她流掉的孩子道歉。就算我说破嘴，你也不会相信。那就直接看监控，看看这恶鬼到底是谁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那就看监控，让你再也无法狡辩。我刚问了，佣人们当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，而小薇她……顾彦成，你干什么？啊，抱歉老婆，我再给你买新的。这是重点吗？我去修一下手机。哎，你干嘛去了？大姐本来就因为你没照顾好出事了，你还玩什么手机啊？懂点是吧？啊！老公向来听我的话，今天他怎么这么奇怪？他是故意的。顾彦成，你是故意的？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情你也有参与？姐姐摔下楼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小薇，你不能洗脱不了自己的嫌疑就怀疑我呀。那你为什么要销毁监控视频？难道不是因为心虚吗？我也是为了证明你的清白才去问佣人们的动向的。我不知道手机里有监控啊。再说了，大姐出事的时候，我正在书房和客户通话呢。要不我让客户给你打个电话？够了，顾彦成，你也别演了，你就是来包庇陆薇的吧？我看这手机里根本就没有监控。我差点就信了你这个逆女的话，什么监控视频都是骗人的。我看就是你故意摔坏的，根本就没有任何监控可看，就算有也是提前合成的。好啊，你们不相信我的证据，那就报警，让警察来调查真相，管我清白。今天陆家因为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颜面扫地呀，今后在港城还怎么抬起头来？哎，打！爸，生气。逆女，你在说什么混账话？还不快过来向你父亲低头认错！小薇，报警了，对家里的声誉不好，别气罢了，快给他道个歉吧。我没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不报警，难道我要背着杀人犯的名头被人羞辱吗？陆薇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害得你姐姐痛失孩子，你现在还故意气你的父亲，你是要毁了陆家你才开心吗？我毁陆家？他白子明入赘之前，是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帮集团度过危险。我去国外谈生意被绑架，绑匪拍视频，你们却只在意合同章是否完好。等我好不容易站稳脚跟，你们一句让姐姐过得好一点，就把我的心血工程相让，全家福永远只有你们3个。现在你们跟我说是我想毁了陆家，不觉得可笑吗？作为陆家的子女，帮
公司渡过难关是你应该做的，难道还要我这个老子给你道谢不成？我看就是他这几年野惯了，对于亲父母亲姐姐早就没感情。陆薇，你这是想逼死你姐姐吗？她本就不便说话，难道你要我跪下来求你，你才能让你姐姐好受一点点吗？是啊，你们都想让她过得好，可是你们从来没有在意过我的感受，从来没有认可我的努力，也从来没有把我当过你们的女儿，只把我当成姐姐的附属品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次我选择自己保护自己。早就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我，所以在来之前我就已经报警了。你竟敢！你好，请问哪位是陆薇女士？我就是陆薇。详细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，手机监控我们会尽快复原的。那个警察同志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分明是他害了我老婆，你们赶紧把他弄进去改造。对，打小就嫉妒他姐姐，见不得他姐姐好。警察同志，麻烦你们了，这个逆女就是贼喊捉贼，那个监控视频是假的，真的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听他解释了。我们会全力支持警察同志的工作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就算是坐牢，我们陆家除了这样的败类，也绝不包庇。看到了吗？没有人相信你说的话。这就是我的家人，永远不会相信我说的话。我还期待什么公平？既然这样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。我绝不允许有人玷污陆家几代人的清誉。我陆远峰今天就要大义灭亲。好一个大义灭亲！要不是有这点血缘关系，我还以为我是你们陆家的什么仇人。你们要这样上赶着推我出去顶罪，我看这个生恩根本就没有吧。你这个逆女，你说话要凭良心的。当初我怀你的时候，因为胎位不正，我吃了多少的苦，手术室里我待了1天1夜才把你生下来。我们陆家给你锦衣玉食，给你吃，给你穿，给你住，供你读书，还让你到集团里面去历练。你自己做错了事，你自己不认，现在你还攻击生你养你的人。是，你是把我生下来了，可你有养过我吗？小时候我是乳母带大的，从小我一直住在保姆房间，而姐姐却住在家里最敞亮的主卧。成年以后，我早就自己外出打工挣生活费，我为公司做的业绩早就偿还了你们那点投入。你的生恩，你早就在你们一次次抽我的血给姐姐治病的时候就还完了。你气我不够，还要气你母亲，你到底有没有心呢？有一点，但不多。既然你都说了要大义灭亲，那我再多说什么也没用，不如趁此机会，我陆薇与你们彻底断绝关系。妹妹是想得到爸妈的关注，只是用错了方法，你们别怪她。逆女，你看看你姐姐，你害她流产了，她还在维护你。我怎么会生你这样的女儿？就因为你嫉妒你姐姐，就狠心的害死了她的孩子。明明知道女人怀孕有多艰难，面积淫荡，背地里去一肚子坏事，家怎么有你这么狠心的女人？你就应该被送进监狱。我刚才就说了，我和陆家断绝关系，想送我进去，那也得有证据。你少在这狗急跳墙乱咬人。都别说了，小薇都要断绝关系了，我们不能把她送进去啊！我说你怎么这么横，原来是故意激我们，害怕进监狱。这招以退为进用的真不错，这陆薇真是心机深沉啊！我还以为他真的想退出豪门呢，差点就被他骗了。就是，逆女，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赶快给我下跪，给你姐姐道歉。好了，爸爸，别怪小薇，她也是一时犯了错，不至于离开陆家呀。你看看你姐姐，你要是有你姐姐一半懂事，我们至于这样对你吗？老婆，你也太善良了，你还在为这个杀人凶手说话。我觉得这件事不一定是小薇做的，有些话我想单独跟她谈谈。到现在了，你还相信他的话？
那好吧，我们就在门口外面等着。你有事你就按铃叫我。走吧。姐姐，我看不透你，为什么还帮我说话？姐姐，是你要陷害我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明明是你要害我，还害死了我心心念念的孩子。你明明跟我一样期待我的孩子，为什么还要害我？姐姐怀孕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畅想过以后该怎么养育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。姐姐，听说孩子的启蒙教育很重要，我们可得给小侄子找个好点的老师。你聪明优秀，才在的启蒙老师非你莫属。我倒也行，那就让他1岁作诗，3岁识字，5岁会看合同。姐姐怎么可能拿孩子陷害我？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全家人都期待我的孩子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呀？我打了400多针才保住他，你知不知道这针有多疼？针头要扎进这里，给我推3分钟，推得越慢越疼。姐姐，你别拿着刀，危险！你走开，杀人凶手，走开你对你姐姐做了什么？老婆，你受伤了。雨柔，你没事吧？喂，你看你把你姐姐逼成什么样了？就让她彻底崩溃，你才甘心吗？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没守护好陆家的继承人。你放心，你受了这么大伤害，我决定把公司30%的股份给你作为补偿，剥夺陆威的股份，当做对他的惩罚。这就是我的家人，偏心到这种地步，连我应得的东西都要抢走。受伤的明明是我，为什么要用我努力的成果补偿他？那是你活该，是害雨柔的报应。没错，如果你不是伤害了雨柔，她怎么会情绪激动弄伤你的？爸妈，你们别激动，小薇她只是说错话了。什么叫说错话？我在基层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凭什么要否定我的努力，又要为姐姐让步？我当初怀你，就是为了让你陪雨柔的。她身体不好，你照顾那是应该的。又是这个理由，20多年，我一次次的因为他妥协，放弃了我喜欢的学校，放弃了我的梦想，我的人生都是为他陆一柔而活。我以为只要我照顾好他，你们就会认可我这个女儿，认可我所做的一切。可是结果呢？你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女儿。上辈子我丢失掉了一切，甚至丢失掉了自我，讨好他们，换来的依然是不信任和辱骂。他们心里只有陆雨柔一个女儿。你生下来就折磨你妈，生下来就牙尖嘴利，不服管教。说雨柔温顺孝顺，你还残害自己的胞姐，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呀？对啊，既然你觉得你在陆家活得这么委屈，你为什么不一早就离开？还不是看上陆家的财富和地位，就当就立，真是会立牌。白子明，你不就是怕我重回公司威胁你的地位？你们放心，我只要我应得的，其他我才不稀罕。至于你，这么多年的姐妹情深，真是一场笑话。哎，我势必要找出真凶，还自己一个清白。老婆，你喝点水。老婆，刚才我也是看爸妈气得不行，才向着他们说话的。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呀，不管你离不离开陆家，想干什么，我都支持。陆雨柔流产这件事情可疑的地方太多了，可她的确不会伤害自己的亲生骨肉。如果不是她自导自演，那凶手到底是谁？这么晚就别想了，你都受伤了，应该好好休息。你放心，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。你呀，就是太要强了，你应该依靠下我。要不要我这个老公有啥用？好好好，
那就都靠你了。这就对了嘛，你放心，等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之后，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到时候咱们再生个孩子，我们一家3口关起门来自己幸福。好啊，还好我有老公，当初嫁给他也是觉得他会是我的依靠。家里人只关注姐姐，但他眼里只有我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别人有的你必须有，别人没有的你也有。这个得不少钱吧？你别管，你呀，值得最好的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我老婆真漂亮。谢谢老公，我一定要洗清嫌疑，分家出去，跟老公生个宝宝，好好过日子。他人呢？顾彦成，他进姐姐的房间干什么？你放心，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。老公向来爱护自己，白天我受了欺负，该不会他要干傻事吧？你应该依靠下我，要不要我这个老公有啥用？柔柔，今天被那个疯女人吓坏了吧？快让我抱抱！他呢？那个女人啊，已经睡了，别管她啊。我们好久都没亲热了，想死你了。这件事咱们已经筹划那么久了，很快就要结束。等他被赶出陆家，我天天找你，咱们再生个孩子。为什么顾彦成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跟我的姐姐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之前咱们1个月只能亲热2、3次，等他滚出陆家后，只要白子明不在家，我天天找你，就怕你受不住。谁在那儿？我有点担心。没事，这个点啊，估计是哪个路过的清洁工。柔柔，你白天也累坏了吧？我来给你放松一下呀。顾彦成、陆雨柔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现在举手表决，同意让陆雨柔成为陆氏集团最大股东的，请举手。陆威，很遗憾，你想要的通通都属于我了。乖女儿，爸爸就把公司交给你了，你可要快点好起来。我不同意。喂，谁给你的胆子擅闯股东大会？保安呢？保安，把他拖出去！各位股东，你们真的要把陆氏交到一个杀人凶手的手里吗？陆威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还不快给我滚出去！我已经查明了真相，陆雨柔流产的事情全都是她自导自演，是她杀了自己的孩子。开什么玩笑？都是你害的！我看就是想要公司股份，在这凭空捏造事实。彦成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带走！好。小薇，你别闹，咱们回家再说。陆薇，你疯了吗？我疯没疯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我手机里的监控视频已经修好了，陆雨柔
是自己摔下楼梯的。看你就是死不悔改，到现在还拿着这些假视频来污蔑你的姐姐。小薇，你就知错吧，这是家事，别在这里让人看笑话了。还在为难你姐姐？我看只要我采取极端手段，这个孽女才肯知错。来人，慢着！你们说视频是假的，那我要是说姐姐根本就没怀孕，诸位不妨仔细看看，你们心里冰清玉洁的陆家大小姐，3个月前就已经在私人诊所做了清宫手术。这是3个月前，陆雨柔就已经流产了，里面有医院的详细报告，还有她的亲笔签名。不可能，雨柔明明是怀着孩子。雨柔，我们的孩子是好好的，对吧？不可能啊，他不可能知道啊！这份报告分明是伪造的，一份伪造的纸片，抵得过雨柔孕吐7个月的苦水吗？她连止痛片都不敢吃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伪造的，都是伪造的！逆女，我看你是铁了心要置你姐姐于死地呀！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就这么想害大姐？你把嘴给我闭上！你姓陆吗？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各位股东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因为伪造证据，诬陷包姐，我今天正式宣布，取消陆威继承人的身份，并永远不能插足集团的生意。这是不是太草率了？毕竟陆维之前为公司做了不少功劳，这么做实在是不妥当。对呀，他带的有证据，不论真假，咱好歹看看再下定论吧。各位股东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今天带着这些文件来终止你们的会议，一来是想还自己一个清白，二来是想让你们看清楚陆雨柔的真实面目。公司绝不能交到他这种人手上。我看你就是害怕进监狱，才故意想用损招来害雨柔。姐夫，说起来你也是受害者，被人骗了还帮人撑腰呢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早就料到你们会这样说，所以几天前已经把一封名为全面体检备孕新生的邮件发给了姐夫。我看到姐夫已经去体检了，今天应该会出结果，医院会直接寄到邮箱，这我总不能作假吧？原来是你干的。对啊，这不是想让姐夫调理调理，好方便姐姐再怀上孩子吗？喂，你这到底要干什么？姐夫，你是不孕不育啊？流掉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。这不可能！你竟敢造谣你姐姐，你好歹毒的心！你胡说！雨柔的孩子是我们2个努力备孕的结果，不可能是。子明，你千万不要被他蒙蔽了，他就是见不得你们2个夫妻感情好，有了孩子，故意离间你们呢。别信他，他瞎说的。孩子就是我和子明的。不会吧？白经理不能生？集团总经理被戴个绿帽子，传出去真成港城的笑话了。陆威，我没想到你心肠歹毒到这个地步，竟然破坏姐姐和姐夫的感情，还造黄谣。这么多年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姐姐打小就善良本分，连恋爱都没怎么谈过，他们夫妻俩的感情也一直都很好，哪是你3句2句就能挑唆的？你想脱罪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喂，好，电子版发我邮箱就行，麻烦你。姐夫，看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你不看看吗？怎么会？雨柔，这个流掉的孩子到底怎么回事？都是芦苇的阴谋。你是个神圣的野种！雨柔，医生说你要静养，你千万不要激动。子明，你千万不要被陆威给蒙蔽了，你要相信雨柔，她不是这样的人。雨柔身体柔弱，常年在家，根本不可能去外面找别人。这都是陆威挑拨你们夫妻感情的手段。你编瞎话也不动动脑子。雨柔平时不怎么出门，根本不可能出轨。那个黑心肠的逆女，也不怕造口业，下了地狱，被嚼了舌头。这就是我的父母，奸瞎眼盲，始终不肯给我半点信任，还不停地侮辱咒骂我。既然如此，
我也不需要给他们留体面了，因为他的出轨对象就是我老公了。是你睡了我老婆！别听他瞎说，那照片是合成的，我跟大姐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对啊，子明，一定是陆威怕被警察抓走，所以故意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雨柔。你要相信你老婆，千万不要相信一个外人。外人也是，我是你们陆家的外人，你们也从来没有拿我当做陆家的人。陆威，不能因为想要得到我们的认可，就以这种损招为自己脱罪。你现在跟你姐姐姐夫道个歉，我可以考虑动用陆家的关系减轻对你的处罚。那我还得谢谢你对我从轻处罚，真是可笑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我虽然没有看清楚你渣男的本质，但我还是了解你的。以顾燕城这么多年做什么事都会留备份的习惯，这些检查单和照片就是我从他电脑里找到的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大可以去看看，到底谁说的是真的。你看了我电脑？爸妈，肯定是他在我电脑上动了手脚，我怎么可能跟大姐有关系？你们不相信我，也要相信大姐的为人呐。雨柔根本不可能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，一定是陆威故意陷害雨柔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亲眼看到燕城和雨柔他们两个有关系？巧了，我还真亲眼看到了。那晚我在医院都听到了，顾燕城趁我熟睡去找了他，医院的监控我也都调出来了。不可能！无论你们相不相信，事实就是事实。他怎么发现了？没想到陆家大小姐是这样的人。这样的，没事的，柔柔。等陆威被抓进去，我就有更多时间陪你。到时候咱们再怀个宝宝。那都是假视频，是他合成的假视频啊！少废话！你可得轻点，都怪你不收敛，孩子都被你折腾没了，下次可就没替罪羊了。原来如此，哎呦，姐姐，这么精彩的画面，应该是要给所有人一起分享。不是的，子明，你相信我。她和我老公勾搭上怀了孕，结果玩得太激烈，孩子早就没有了，然后在肚子里垫东西，假装怀孕。等到了预产期，快瞒不住，就用流产来陷害我，既掩盖了他们二人的关系，又能让我被剥夺继承权，赶出陆家，他们好继续地下恋情，一箭双雕。你们别听他瞎说，我们根本没有啊！怪不得现完全不让我进胎动，原来是个假肚子！你对得起我们你？不是我的错，你永远只知道工作。我嫁给你，感觉自己就像个寡妇。我再辛苦没有任何怨言，都是为了你过上好日子。你竟然背着我勾搭别人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依旧是个没生育能力的废物，给不了我想要的。你说到底，这也不能全怪雨柔啊！顾彦成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一进公司，我处处帮你，你为什么破坏我的家庭？哪门子的帮助？你只会命令我，我就像个奴才似的跟在你身后，还得事事让你满意。你这个混蛋，我干掉你！敢打我！够了，姐夫！顾彦成他就是个人渣，你不值得如此。说到底，是你没有管住你自己老公，连自己男人都管不住，真没用。他出轨难道是我的错吗？顾彦成，当初你追我的时候发过誓，你说过要是有二心，愿意用所有补偿我，净身出户，你没忘吧？你毕业没有工作，是我拿出全部积蓄帮你创业，最后失败了，我丝毫没有怪你。你谈不下的合同，是我跟别人陪笑喝酒，喝到胃出血帮你搞定的。就连你妈生病住院，你说你刚工作没时间，也是我端屎端尿伺候的。这么多年，我对你问心无愧，可你
你呢？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，还和我的亲姐姐一起陷害我？我没有背叛你，都是那个女人勾引我，是她指使我这么做的。她说她才是陆家最后的继承人，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她不会让咱们好过的。明明是你觉得陆薇在那身上没花样，像条死鱼倒胃口。哼，是你说我最让你心动，主动来找上我的。你说你一个被穿过的破鞋，有什么值得我稀罕？还是个不会叫的哑巴，没有人要你，那都是陆家的家底把你撑起来的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顾彦成，我们陆家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这么辱骂我的宝贝女儿呢？你女儿自己不守妇道，怪不得别人。再说了，她还要栽赃陷害自己的亲妹妹，说出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云柔，家里人最宠爱的就是你，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伤害你的妹妹？就凭我是个哑巴，而她不是。大小姐美是美，可惜是个哑巴。大小姐没准儿一辈子都嫁不出去，哑巴可不好嫁人。估计二小姐要照顾她一辈子。凭什么她身体健全，能去外面打拼，还有个体贴的丈夫，而我却处处遭受白眼，只能在家忍受寂寞。从没想过，从小羡慕姐姐被父母偏爱的我，竟然是姐姐嫉妒的对象。有她在，我永远是那个有残缺的大小姐，她是聪明独立的二小姐。这都是她欠我的。雨柔，你有什么委屈你就告诉妈呀！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我们陆家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对呀，女儿，爸妈一直都疼你，不能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就做出伤害自己的事。除了爸妈，其他人都笑我是个不会说话的残疾。他陆文明明是为我而生的，他凭什么能过得比我好？姐姐，从小我就羡慕你，爸妈偏爱你，温柔乖巧，有什么好东西都只想着你。你说我独立，那是因为我无人可依，我只能靠自己去争出一个未来。可即使这样，我还是敬你，护你。知道你怀孕，我比谁都开心。我给未来的小侄子准备了很多礼物，可到头来只是一场笑话。这场闹剧真是该结束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没有你这个姐姐。我额头上的伤也会告你故意伤害罪。至于你婚内出轨，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姐姐不过是犯了一点小错误，她给你道个歉，这事就过去了。自家姐妹闹上法庭算什么样子？不好意思，陆先生，从你说过要大义灭亲开始，我就已经决定要和你们陆家彻底断绝关系。断亲协议书，我的律师也会寄给你们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身体里流的可是我们陆家的血，你也是我们陆家的一份子呀。我们一家子有什么矛盾，私底下解决就可以了，何必做到这种地步呢？陆女士已提交民事诉讼，请陆雨柔和顾彦成同志跟我们走一趟。妹妹，是我被渣男蒙蔽，我是你姐姐呀，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！你自己给自己下毒的时候，你摔下楼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是你的妹妹呢？老婆，都是这个女人花言巧语的蛊惑我呀！我只是想出人头地，给你更好的生活。你忘了吗？每次在陆家你受人排挤，都是我每次挡在前面护着你啊！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，哪能说散就散呢？是啊，算一算，我们从大学开始认识也10年了。是啊，老婆，我们18岁的成人礼上，我发过誓，此生要护你周全。这次我只是开了个小差，我用性命起誓，只要你原谅我今后绝无儿戏。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。真的吗？啊，真的，老婆，我们不是说好要生个孩子，
一家三口一直幸福下去吗？那还是算了吧，跟你这种人渣生出来的孩子，估计也是个黑心肠的，还是不要出来危害社会了。你……哦，对了，以后少发誓，小心老天爷真的信了你的誓言，收了你的小命，你可就只能跟阎王爷哭了。啊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！誓言唯一的价值，是证明你说出口的瞬间，曾短暂的骗过自己。爱人先爱己，这一世，我为自己而活。陆总好。微微，微微，微微，你就撤诉吧。你姐姐她在里面已经生病了，你真要这么对她吗？是啊，爸妈，给你道歉，以前都是我们疏忽了你，你别把气撒在姐姐身上，她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她吧。如果当初是我被姐姐污蔑进去了，我求你们，你们会放过我吗？女儿，都是妈妈的错，你就原谅妈妈吧。只要你肯撤诉，我愿意让你直接继承家业，以后你就是陆家的掌事人，我们都听你的。直到最后，他们还想维护姐姐，真是没救。你们也看到了，离开陆家，我可以过得更好。至于陆雨柔，她竟敢联合顾燕城私自挪用公款，数罪并罚。你们陆家这点烂摊子，可不是我撤诉就能处理的。即使可以，我也不想原谅。这都是你们溺爱她的报应，好自为之吧。微微，微微，陆家，见鬼去吧！下一个目标，拿下3个亿。